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讲解果树的嫁接。今天讲第7课果树的梯形芽接。这个嫁接方式也是比较容易的。现在我和大家一起看一下为什么叫梯形芽接？梯形芽接就是在这个针木的树干上割出一个梯形的口，而后把树皮撬开，再把咱们的接芽放到里面去。这种嫁接方式也比较常用你像咱们这个苹果、桃梨等等都可以用现在我具体操作，大家看一下这个要点现在这个针木上画出这个梯形的切口，当然这个切口的深度直达木质部咱们切的时候感觉一下到下部的木质部就可以停刀了，也非常的简单长度大概2-3公分就可以了不用特别长。这里和大家说一个要点就是这个梯形芽接咱们最好的针木和接穗就是当年生或者是2年生的如果时间特别长了以后它这个针木也不好削接穗也不好弄最好是这样的。再就是这个时间的选择最好是夏季或者是开春，这个树皮能够剥离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才可以使用这种梯形芽接。梯形芽接这个削针木比较好削这个芽子其实削的方法也有很多咱们可以用我这种从这个芽的上部横切一刀，而后从这个左右两侧各修切一刀，形成一个三角形，最后把这个芽子从木质部上剥离再把这个芽子整个的放入咱们那个梯形切口中。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接芽从这个接穗上面剥离以后就是这样的看形成一个三角的口，当然不是三角的也没有问题什么形状都行，这个不是固定的把咱们的这个针木这个缺口位置撬开，露出木质部，把咱们的接芽插进去。大家看一下这样推进去了，可以对齐上部对齐这样整个的切口就弄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就操作完成了最后就是包裹就可以了这里其实大家如果注意观察的话，会发现这个梯形芽接跟方块芽接有点类似。梯形芽接呢就是把它放在这个梯形口中，而方块芽接是放了一个整个的长方形的这种口中。它这种接穗都是直接接触下面这个木质部它这个接触面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好了，整个的操作也就完成了。咱们说一下这个优点。这个优点其实芽接的优点都差不多都是这个接触面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再就是形成层特别容易对齐相对来说比较牢固一些。但是这个梯形芽接呢，我感觉操作起来还不如一些其他的芽接那么方便你比如说这个梯形芽接肯定是不如嵌芽接操作快速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这种嫁接方式也仅作于参考咱们想嫁接的话，尽量的还是不要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慢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觉着有用的话，可以帮忙点赞、转发、加个关注，谢谢大家，再见。